徐奶爸温柔叫醒一晚上没回家的福宝，这才是真心宠溺孩子的饲养员吧。没想到几日不见，福宝又多了个新外号，从小福宝、捣蛋小淑女，再到闷墩儿，这些名字足以可见老徐对闺女的宠爱。而福猪猪之所以睡懒觉，还是因为他在外场玩了一整晚。一向宠娃的徐奶爸收猫失败后，直接申请上夜班陪着宝贝闺女。即便徐奶爸也没有休息好，可他还在关心没吃饭的福宝，一大早就扯着嗓子喊对方回内设干饭。要知道福宝还在经历假孕期，虽然前几天进食正常，但他还因为身体不舒服，经常难受的辗转反侧。奶爸本想喊闺女回家安慰一下，懂事的福宝却点着头示意奶爸，没一会儿又皱着眉头。假孕期的他像变了一个熊，再也不是那个活蹦乱跳的捣蛋鬼。但所幸有奶爸陪他度过艰难的时刻。老徐前几天还拿来新玩具送给福宝的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，希望小家伙不再郁郁寡欢。当对方没胃口干饭的时候，奶爸也会亲手投喂，甚至专门砍闺女爱吃的苦竹。奶爸平日里更是偏爱自家宝贝，毕竟福宝只是吃个竹子，他也得对着宝贝闺女夸奖个没完。乖嘛，这是乖娃娃嘛，说的就是你，20多人。知道啦。只要福宝对着他咩咩叫，奶爸就立马飞奔到厨房准备零食，父女俩早就能无障碍交流了。要知道徐奶爸接受福猪猪后，一直是黑粉攻击的对象，不管是福宝假孕还是外场涉事问题，都要怪罪到他身上，甚至还有去神树坪基地围攻奶爸的。而徐奶爸非但不生气，还会一遍又一遍向某些粉丝解释，深知自己不能创造好的条件，他就想方设法把闺女宠上了天。第二天就拉着其他奶爸奶妈亲自去外场扛木头割草，只是为了给宝贝闺女改善环境。福宝当然能感受到老父亲的宠溺，难怪他这么依赖徐奶爸。对方只是去隔壁医保家收拾卫生，还在假孕期身体不适的小福也要特意爬上假山抬头和老徐打招呼。怎么会有这么懂事乖巧的小熊？只能说一人一熊可是双向奔赴。相信福宝有徐奶爸陪伴，度过假孕期后还是那个开朗小孩。在长隆动物园才是宠娃天花板，园长豪掷几十万为酷酷升级小火车。酷酷的蒸汽小火车一开，全世界的熊猫都投来羡慕的眼神。毕竟他开火车的同时还能做个美容，知道地方藩王都过着神仙日子，但没想到酷酷这么奢靡，估计京城的萌兰看到后都想削翻了。而帅帅的礼物就更过分了，园方直接斥巨资送给他一个咖啡杯。帅帅已经对这个场面见怪不怪了。没见过世面的游客尖叫时，这小子却坐在新玩具上一脸淡定的干饭。不过这对于一向宠娃的长隆来说远远不够，没过几天就找来专业人员画画，原本简简单单的不锈钢的咖啡壶，直接化身童趣满满的大型游乐园。网友想给自家孩子安排一套，结果饲养员的一句话让他瞬间淡定，你一问就是比我们3个加起来1年的工资还要多。最好笑的还得是国庆的玩具，长隆直接给他安排上龙椅和龙塔，简简单单吃个下午茶都有小单间，以至于这小妞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认知，还以为自己生来就是要当皇帝的。圣上有旨，有本奏来，无本退场。更别提大公主萌萌的生条件了，纯竹帘公主床也就算了，就连干冰也要安排上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熊猫馆宛如仙境呢。前段时间萌萌还生下一个女儿，这可把长隆给高兴坏了，直接抢占各大地铁的广告位，只是为了把这个好消息昭告天下。就连广东人坐月子必备的猪脚姜，园方也要给大公主安排上，路过的游客都能免费领取一份，红鸡蛋也要挨个送给姨姨们。原来这就是身为国宝千金的排面。滚滚们的下午茶时间也是创意满满，胡萝卜凤爪茅台是基础，还能1比1复刻爱豆跳舞。没想到饲养员在下午茶方面也这么绝。炎炎夏日，其他熊猫不是抱着冰块降温，就是泡在小水池喝着冷饮，本以为这就是享受夏天的天花板了。而长隆再一次刷新粉丝对毫无人性的认知，10几万的冰床说买就买，滚滚们趴一整天都不会不舒服，完全不用担心融化粘毛。毕竟这可是专家根据熊猫的身体结构特意研究出来的小型制冷剂，难怪冰床这么造价不菲。即便如此，长隆也没有抠抠搜搜的，每个大熊猫都有好几个大冰床换着躺，单是冰床方面就花了几百万。不得不说，长隆在宠娃这方面真的毫无人性。到小奇迹因思念奶爸一整晚没睡，才发现父子俩有多舍不得对方。自从王奶爸被安排调岗后，已经整整1星期没看到好蛋了。表面上说着不想小奇迹的他，开车路过的那一刻却忍不住减速。王奶爸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直接下车满眼慈爱盯着自家宝贝。仔仔早就察觉到他的到来，同样在满怀心事的看向远处。宝贝整整一下午蹲在小墙角想奶爸，以至于晚上没好好睡觉，就连第二天一早都困得睁不开眼。而王奶爸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见了小奇迹一面就更舍不得放手，凌晨4、5点还在发视频感慨。虽然父子俩只相处不到1年，但奶爸早就把小奇迹当成自家小孩宠。要知道宝贝回国没多久，
就被迫和美香天天分开居住。打小就依赖在爸爸妈妈身边的他，第一次体会到孤独没有安全感。还好有王奶爸是日夜守护，不仅白天陪着宝贝儿子上班营业，他在内舍投喂小奇迹的时候，也要满脸宠溺一把握着对方的小手。当仔仔故意捣蛋大半夜拆家时，需要收拾残局的王奶爸也不会生气，护犊子的他还满脸宠溺的夸孩子。加油！加油的助力。奶爸深知好黛儿留学期间吃的不好，便想方设法无节制投喂孩子，不是准备营养价值超高的精饲料，就是拿着一大把笋笋去外场加餐。老王临走之前还不忘去门口提醒小奇迹，仅仅是一个眼神示意对方也能秒懂，立马去外场找笋笋吃，以至于小奇迹直接胖成了一个球。提到仔仔长胖的时候，奶爸别提有多高兴了。要减肥。奶爸对小奇迹的宠可不是作秀，毕竟他在内舍更溺爱孩子，经常对着好黛儿唠叨个没完，那一脸宠溺的笑容就足以证明他有多爱小奇迹。或许是因为王奶爸和小奇迹朝夕相处，父子俩如今也越来越像了。只有游客忍不喊一声王奇迹，身为老父亲的他就乐开了花。王奇迹。难怪仔仔会这么依赖奶爸。宝贝不仅仅是这几天忧心忡忡的，就连平日里对方去隔壁干活，小奇迹都得趴在树上目睹全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子偷窥呢。王奶爸不在家的时候，小奇迹经常发脾气大闹神树坪，一看到奶爸就化身乖宝宝，不是主动回家找对方玩，就是趴在小门口目不转睛偷看。没想到熊猫和饲养员感情这么好，真希望王奶爸还能回到照顾小奇迹。看到虫洞外公和莽小五的有爱日常，才发现国内从不缺好的熊猫饲养员。这天莽小五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仍不肯回家，非要躺在木架上等外公叫他。看到对方后，小五立马乖乖滑下来。此时爷孙俩的眼神一个比一个深情。如今的莽小五已经胖到抱不动了，可宝贝还是喜欢撒娇求抱抱。外公无奈之下只能满脸宠溺抱着小外孙，只可惜没走两步就把自己累得不轻。谁还记得莽小五刚出外场的时候，可是被外公放在盆里端着的。爷孙俩的相处模式像极了当年照顾莽仔的时候，母子俩都是他心尖上宠爱的孩子。即便当初熊猫的热度很低，可外公依旧将滚滚们养得一个比一个幸福。莽仔小时候经常被他抱在怀里，虽然如今晋升成辣妈，可外公对他的爱意也是一点也不少。当外场下雨，莽仔坚持营业时，外公担心闺女明知道近身有危险，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外场收猫。一向懂事的莽仔也不会伤害奶爸，本想营业的他还跟着对方乖乖回家。二顺同样是外公带大的孩子，这小妞留学前的那段时间被他宠上了天，或许是因为外公太爱闺女了。二顺就连上下班都不用脚沾地，每次都是被他亲手抱着回家。如今的二顺都已经10多岁了，可她还是外公眼中的小女孩。即便自己不负责照顾二顺，可外公还是会时不时的来看望孩子，父女俩还能无障碍沟通。正因为这份爱意，让他爱屋及乌，把宠溺倾注到二顺的孩子们身上。当于可于爱坐在秋千上的时候，外公会拿着一大盆果果哄娃，给2小只投喂的同时也不忘摇秋千。看向孙子孙女时更是满脸慈爱，并且每次2小只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外公也是最着急的那个。这天于可玩木架差点掉下来，是他冲上来使出洪荒之力扶住孩子。大可子不顾危险玩竹子捅时，外公深知熊猫有领地意识，依旧会第一时间抢走外孙的竹筒，临走还不忘摸摸脑壳安慰对方。而于爱不小心从木架上摔倒后，可把外公给心疼坏了，摸摸孙女脑袋，这一幕无比治愈。莽晨晨、莽星星兄弟俩也被外公宠爱，平日里不是充当体育老师，带着2个小家伙跑步锻炼身体，就是拿着水管帮他们冲澡，可把一大把年纪的外公给忙坏了。即便兄弟俩如今换饲养员照顾了，可外公的爱却是一点不少。莽晨晨不愿意出门称体重时，还是外公亲自出马去哄这小子的。难怪都说他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国宝，外公用几10年如一日的爱护，证明了国内饲养员有多好。咸咸仔和蕊蕊仔不愧是最强姐弟，撒娇男熊与干饭女王的区别有多大？这天奶爸奶妈给2小指拿来花环，咸咸仔戴上后岁月静好，眨眼的这一刻像极了在讨小仙曲。哇，我的咸仔，现在还是乖的，看看。反观另一边的独立女熊蕊蕊仔，对她来说花环中看不中用，只会影响这小妞埋头干饭的速度。宝贝不是1秒甩掉花环，就是化身小影后让对方自由掉落。奶爸奶妈都被蕊姐整无语了。拉了吧？他不喜欢花。毕竟蕊蕊仔可不是那种娇滴滴的狐妹子，看不上弟弟那套撒娇大法。手握独立大女主剧本的她深谙干饭才是王道，甚至有时蕊蕊仔都不理解弟弟的脑回路。奶爸只是帮自己擦了擦脸，咸咸仔就开始倒地不起，直接撒娇耍赖，像是在说你为啥不给我擦脸啊？此时在一旁看呆的姐姐内心 OS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她就生气了。当奶妈给2个小家伙投喂胡萝卜时，咸咸仔只允许对方投喂自己，一看到姐姐接过来食物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动手去抢对方手里的胡萝卜。只能说咸咸仔把姐姐当成对手，可对方压根就没在争宠这个赛道上。不过家里总得有熊挑大梁赚钱养家，姐姐疯狂干饭营业的时候，废头子弟弟却追着饲养员求抱抱。
对方在外场收拾卫生也要被熊孩子贴贴，奶妈无奈之下只能妥协背起好大。这是你的婶婶妈呀！哎，你个脚你还……盆盆奶环节对蕊蕊仔来说是单纯干饭，可狐妹子小熊却趁机撒娇，一个动作就得到奶妈心甘情愿的抱抱。有点抗拒啥子呀？还有点懵啊！这天奶妈拿着切好的笋笋投喂孩子，可咸咸仔看都不看一眼，还一个劲往对方怀里钻。对于妈宝熊来说，奶妈比笋笋重要，只可惜奶妈主打的就是一个不爱，当着咸咸仔的面也要抱姐姐。宝贝看到此情此景，整个熊都不好了，直接踩着蕊蕊仔的脑袋撒娇。计划得逞后，还不忘按着姐姐挑衅一下。此时的咸咸仔比窦娥都冤，内心 OS 你撒娇就撒娇，关我啥子事？果然熊猫圈的狐妹子传男不传女，姐弟俩算是重走于可于爱的老路了。宠爱的小奇迹究竟有多爱吃醋？听到王奶爸喊紫嫣大叔，瞬间气鼓鼓。吃醋了，你不要吃醋了，又要吃醋。虽然老王喊紫嫣的时候特别大声，但内心却在瑟瑟发抖，不停偷看小奇迹，生怕好大儿吃醋。而假装淡定吃竹子的仔仔也在用余光看奶爸，内心 OS 我老爹不会真移情别恋了吧？于是仔仔越想越气，装也不装了，不仅气得长叹一口气，还特意背过身不给奶爸解释的机会。纵观整个熊猫圈，小奇迹大概是最爱吃醋的小熊了吧？奶爸去隔壁院子除草，他生气，喊其他小熊名字也是如此。就连老王请假回个家，仔仔照样摆脸色，而这些可都是奶爸的功劳，是老王将原本内向社恐的毛孩子宠得愈发开朗放飞自我，以至于小奇迹逐渐依赖上他。当好蛋儿捣乱拆家的时候，需要为仔仔收拾残局的奶爸一点不生气，还会满脸宠溺的对熊孩子加油打气。加油的助力。对于奶爸来说，不要孩子乖巧懂事，只要小奇迹开心快乐就好。老王简直就是标准的中国式好爸爸。他还体谅到小奇迹一开始胆子小，便特意在宝贝门口劈竹子，让对方逐渐熟悉噪音，小家伙这才变得勇敢能热情营业。要知道仔仔留学期间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早就把冰坨坨和竹子吃腻完了。心疼不已的奶爸于是变着法给小奇迹喂金饲料。回来时候他就不吃那个我们这边的窝窝头金饲料，回来就想尽办法让他吃这个东西，因为含了很多的营养物质。有这么一位为毛孩子身体着想的奶爸，小奇迹怎么可能会不胖？体重直接从200斤飙升到240斤。方便问问他现在多重吗？120公斤左右。120公斤，大家记住，长了不少哈。对于小奇迹从前经常吃的冰坨坨，王奶爸没有强迫孩子吃，反而把冰块当成蜂蛹给好蛋儿玩。难怪小奇迹彻底离不开奶爸了，宝贝上个班也要盯着对方，即便是炫饭也要一个劲回头。这是害怕老王抛弃自己有新欢吗？王奶爸对小奇迹的种种照顾，证明了国内饲养员不只是低调专业，对毛孩子爱意更是一点也不少。张小五给新宠小黄鸭洗澡有多可爱？果然全世界的小孩都对玩具爱不释手。我爱洗澡，无鬼跌倒。小心跳着好的泡泡。第一次见到调皮的小五这么安静，他抱着小黄鸭的样子简直要把人心萌化了。不过五少如此钟爱玩具也情有可原，毕竟曾经的那些玩具都不见踪影了。想当年芒小五得到熊生第一架飞机后，整个熊都变得容光焕发，只可惜因为孩子太小，只能被饲养员抱着试开，或者是坐在妈妈芒仔副驾驶上兜风。宝贝好不容易等到独自开飞机，结果一觉醒来大灰机突然消失不见，原来是馆长看到孩子光顾着玩，生怕小五中暑才不得不没收飞机。不明所以的他看着家里空空如也，再也忍不住泪水了，直接抱着大树哭得仰天长啸，像是在说还有没有王法，我要告到中央。外公看到孩子闷闷不乐的样子，便补偿一个粉色的小猪，可芒小五拒绝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直接被对游客用拒绝营业表达不满。这小子还没从失去大飞机的阴影中走出来，虫洞饲养员梅开二度，又把毛孩子耍帅的敞篷车收走。经历2次离别的小五彻底破防了，又躲到树上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内心 OS 难道熊的一生就是失去再失去吗？自从芒小五玩具被接连没收后，他的娱乐方式只剩下在草地上滚来滚去。可惜的是这小子还没玩2天，工作人员又去他的院子里割草。宝贝看着光秃秃的外场心如死灰，只能现场表演起来吃土表达不满。虽然莽小五还不到2岁，可他受过的苦比两脚兽都多。这小子不仅对玩具爱而不得，他在亲妈面前也讨不到好果子吃。心大的莽仔直接把儿子当球玩，母子俩一开始还岁月静好，结果莽小五下一秒就被妈妈扔下去，还恰好掉在了吊床上。宝贝摔下来后的表情一脸懵，心想发生什么？我怎么掉下来了？这天莽小五正跟着老妈走木家，结果一不小心翻车。宝贝本想撒个小娇请求对方帮忙，然而莽仔只是瞟了一眼就头也不回的离开，像是在说问题不大你自救吧。调皮的莽仔还总把儿子当坐垫，本来还以为他坐草地上，结果妞妞一起身居然出现小五的大头。果然莽仔带娃主打一个活着就好，熊猫圈还有比芒小五还惨的国宝吗？没想到他能在倒霉熊的赛道上一骑绝尘。徐奶爸看到福宝恨不得嗓子加冒烟，这还是那个吐槽闺女的直男奶爸吗？虽然吃的可以了嘛，
还没睡醒啊？眼睛鼓浪大，看那眼睛鼓得好圆好大。要知道福猪猪昨天还被他唠叨，奶爸看到他睡在青团窝里，直接吐槽小福不爱干净。你看你死，你爸爸睡在一起，你真的是那么多干净地方不去睡，你就要睡点干的。不过其他小熊就没有奶爸的夹子音待遇了。隔壁的草和和还在呼呼大睡，结果直接被奶爸粗犷的叫声喊醒。小花儿，小花儿，你啥子？只能说重女轻男存在于每个家庭，而福宝作为家里的大小姐，不仅吃喝不愁，还有保姆伺候。当宝贝在外场美美干饭的时候，小徐化身铲屎官，兢兢业业为闺女收拾卫生。当福宝在内舍等奶爸加餐的时候，奶爸还不忘关心闺女，不仅将竹子整整齐齐摆放在木架上，临走还要宠溺的摸宝贝闺女的脑壳。从熟练的动作来看，他私下少不了撸熊。要知道，自从徐奶爸接受照顾福宝后，受到的争议不断，经常被网暴指责他很少和福猪猪亲密互动，还有对毛孩子的外场提出质疑的粉丝。可这些都是基地经过各方面考量的决定，奶爸无权干涉，也是为了福宝好。他能做的只能是竭尽全力宠娃，不是偷偷摆放鲜花庆祝公主独一无二的生日，就是用各种丰容露齿器吸引对方动脑筋。不过徐奶爸对闺女这么宠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毕竟福猪猪亲人可是出了名的，其他滚滚睡觉时躲得远远的，恨不得一头钻进外场，只有福宝紧挨着栏杆，只想靠近奶爸，这让老徐怎么能不心动呢？况且福宝还是乐于助人的孩子，一看到奶爸打扫卫生，他就忍不住上手帮忙。当对方在内场打扫卫生时，福猪猪也要趴在小窗口监督老徐，即便宝贝还在内舍休息，可小家伙一听到奶爸的声音后，还是会满眼深情看着对方的背影，简直就是熊猫圈的纯爱战士。而奶爸想要喊闺女吃竹子时，只需要一声呼喊宝贝就立马前来，这乖巧的样子谁看了能不迷糊？难怪老父亲会忍不住对闺女彩虹屁。哎嘛，这是乖娃娃嘛，大熊了，不是小熊了。说的就是你，20多岁。总感觉徐奶爸说这话，有种孩子成为熊中龙凤的欣慰。徐奶爸到底对福宝有多偏爱，才会让他对着医保大叔喊亲闺女名字？哇，喂，医保这个家伙的话，都可以当福宝的爷爷的人。医保看向徐奶爸的表情是满脸不耐烦，内心 OS 喊就喊了，怎么还暴露我的年纪呢？只能说自从福宝来到神树坪后，徐奶爸的眼里已经容不下其他小熊了。每天他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先回熊猫内舍看自家宝贝一眼。这不，早晨他一般就要先看一下。只可惜此时的福猪猪还没睡醒，老徐看到闺女萌萌的迷糊蛋样子后，还忍不住上手揉揉脑壳，这温柔宠溺的语气让其他小熊感到陌生。你也是没睡醒啊？难怪小福会对徐奶爸撒娇，即便是看到心爱的小苹果也要赖床，非要让他喂到嘴边才愿意。哟，想吃啊？吃吧。都知道福宝打小就很不爱干净，有着青团公主之称的她回国后也是如此。奶爸都看不下去了，吐槽闺女时简直就是操心的老父亲。你看你死，你爸爸睡在一起，你真的是那么多干净地方不去睡，你就要睡点干的。还记得神树坪的熊猫集体过生日那天，只有福宝的餐桌上有鲜花，这可是公主独一份的仪式感。不得不说，奶爸对孩子的偏爱太明显。当年口口声声说的一视同仁，忘记了吗？我们单位的饲养员对熊猫可以说是一视同仁，其实每一个熊猫都是宝。对于徐奶爸来说，福宝的确是滚滚中不一样的存在。父女俩冥冥之中很有缘分。8年前就是他将小福的妈妈抬上木架，8年后也是他去机场接宝贝回家。况且身为熊猫圈顶流的福猪猪，还带给了奶爸很多的第一次。还有一件挺感兴趣的，小福人嘛，国外经历很多个第一次，这些第一次都是他带给我的。说到熊猫的话，话一摸多。聪明懂事的福宝还很依赖奶爸，营业期间会一个劲找他，总是把小脑壳伸进内舍观察。看到对方去隔壁邻居家就疯狂吃飞醋，即便是老徐打扫个卫生，热心市民福猪猪也要主动帮忙。只可惜宝贝闺女越帮越忙了，喊你帮忙，你不是还帮倒忙哦？面对如此懂事善良的好孩子，徐奶爸怎么可能会不偏爱呢？见过比大学生眼神还清澈的国宝吗？胖大海从小到大都不是一般熊，小时候的他委屈巴巴躲在墙角，长大后苦学技术编鸡笼，明明体型壮如一座山，却喜欢对着奶爸奶妈撒娇个没完。事实上，这小子从刚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注定他有着不平凡的一生，不仅用一声狗叫震惊奶妈，还是同龄滚滚们中与众不同的存在。别的小熊猫都是白白净净的毛绒玩具，唯独胖大海又红扑扑又大，都把小家伙尴尬到缩头缩脚。内心 OS 我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小一点。或许是因为格外显眼的身材，胖大海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后逐渐内向，性格孤僻的他总是独自一雄行动，经常蹲在小墙角玩妈妈的青团，即便弄得满身都是疤疤也是笑嘻嘻的。难怪这小子人送外号史大海。然而看似是个爱熊的胖大海，内心却是妥妥的搞笑男。当奶妈在打扫卫生时特意给他唱歌，
宝贝原本还想给对方个面子，即便自己困到睁不开眼，也在极力配合。或许是因为奶妈的歌声太魔性，宝贝到最后装都不愿意装了，直接向后一倒，装作呼呼大睡的熊样。当其他熊还在吃竹子的时候，胖大海已经用竹子掌握好几门手艺活，不是背着竹笼找饲养员要零食，就是化身包笋机器。只可惜包完的笋子全进了妈妈樱华嘴里，亲妈粉至今没想明白这小子为啥胖。不过樱华在关键时刻还是很爱孩子的。每当调皮的胖大海爬树看风景，他就待在树下默默等待着接好大儿回家。宝贝看到樱华后也会马上下树，母慈子孝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。只可惜没多久，中心爆发犬瘟热，北洞担心小家伙的安全，便提前召回。刚满1岁的胖大海就这样离开饲养员和妈妈，独自远赴北洞。久久没有适应新环境的他，总是躲着新饲养员，孤零零趴在树上，直到隔壁的阳光开朗大男孩的出现。这小子整天被萌兰缠着唠嗑，对方还投喂过新鲜竹子。原本还内向拘谨的胖大海逐渐被治愈，宝贝不仅学会了萌兰同款咬手手，还化身北洞第一显眼包。平日里不是对着姨姨们疯狂扭屁股，就是和院子里的乌鸦斗智斗勇。自从不速之客弄坏自己的阿贝被胖头鱼后，胖大海就彻底和恶霸乌鸦结下梁子。每当发现对方来自己的院子，他就打起12分的精神，恶狠狠盯着，总感觉这小子下一秒就要扇过去了。胖大海简直就是天选搞笑熊，从小到大的熊生履历都很精彩。奶爸奶妈带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？爱撒娇的咸咸仔被不解风情的老爹薅成了兔子。最近咸咸仔的亲奶妈休假回家，只好将孩子委托给保利的奶爸照顾。本以为会是父慈子孝的画面，哪曾想奶爸丝毫不被咸咸仔的美色迷惑，擦个嘴都快把孩子的头套扯下来了。第一次见到咸咸仔用手拒绝的样子，难怪都说爹养娃有点糙，即便是玩个水他也要欺负娃。咸咸仔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够不到水，只好原谅奶爸1秒钟，用可怜巴巴的小眼神求助起来。对方非但没听进去，还拿着水管逗孩子。此时的奶爸笑得有多开心，咸咸仔的内心就有多无语。小家伙还一不小心摔了个屁墩，他才不想受这窝囊气，直接离开现场，留下个落寞的小 baby。心想奶爸坏你遛狗了，只能说直男是养仔一养一个不吱声。谁还记得咸咸仔是以撒娇出名的？这小子在奶妈面前就是妥妥的粘熊精。正常小熊整天想着干饭耍宝，只有他800个心眼子全用在抱奶妈了。先抱一下是不是？啊，我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对了没？可以了哇。硬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。谁家小熊躺在奶妈怀里开心到眯眯眼，而他爱撒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毕竟奶妈带娃是真温柔，给宝贝洗脸都是小心翼翼的，抹完还得附加一个抱抱哄哄好大。这一套放在咸咸仔身上能不迷糊吗？这小子还总喜欢和奶妈深情对视，拉着对方的手用眼神交流，宝贝嘴里还嘟囔嘟囔的。没想到咸咸仔对奶妈有说不完的话，他还趁机一点点靠近奶妈，感觉小家伙下一秒就要亲上去了。只能说如果熊猫会说话，估计咸咸仔一天得喊800遍妈妈。这天奶妈拿着笋笋块投喂孩子，可咸咸仔丝毫不放在心上，一个假动作就将小零食扔了出去，还一头扎进怀里和对方贴贴。宝贝开心到嘴角都克制不住了，这狐妹子样估计连她老姐都看不下去了。蕊蕊仔每次被奶妈投喂时，她都要踩着姐姐凑上来撒娇，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吃醋了。奶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亲了好几口。有来有来，得亏咸咸仔是堂堂国宝，不然对方都得告被熊非礼了。奶妈的宠溺给孩子带来安全感，奶爸又拉着娃独立，不敢想象双向发展的咸咸仔，等到长大后会迷倒多少姨。母宝连续7次翻滚，只为召唤徐奶爸。没想到熊孩子回国后这么调皮，要知道奶爸前一天刚对着闺女3番5次强调千万不要打滚，别撒了哈，别孩儿耍，不准打滚哈，少打点滚，尽量不要打滚。结果这小妞非但不听，还玩得更欢了。很难不怀疑福猪猪是因为刚回国中文欠佳，将老徐说的不要打滚直接听成了滚滚滚。徐奶爸之所以叮嘱，也是为福宝着急，生怕粉丝尖叫引起孩子应激。可事实证明奶爸真的想多了，毕竟这小家伙每天都面带着笑容，即便游客不礼貌也不耽误他热情营业。小福同学出外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宠粉，直接跑到游客区站起来打招呼。小家伙满脸笑意，压根没有任何的应激反应。即便是面对最害怕的雷雨天气，他也不会像以前那般躲到树上，而是在雨中抱着竹笋大快朵。这可都是徐奶爸给孩子的安全感，他会亲自帮对方砍竹子，也在福宝想以前的饲养员时给予安慰，一句话给闺女体会到家的温暖。奶爸深知福宝亲人的性格，身为社恐的他经常和毛孩子互动。小家伙还在外场营业的时候，他也要喊闺女去校门口聊八卦。福猪猪不知道听见了什么，扭头的那一刻开心到嘴角都合不住。奶爸虽然嘴上不说着多爱福宝，可他却时刻在意着对方，就连去外场加餐时，临走也要透过小窗户看一眼闺女。福猪猪前段时间差点出现意外，有游客不慎将东西掉在外场，奶爸也忍不住为对方担惊受怕，好几天都要在外场充当孩子的守护神，生怕自家闺女受到一丁点欺负。而父女俩之间的信任也是双向的。当福宝在外场上班时，
徐奶爸也会不顾危险去加餐，一个相信闺女不会伤害自己，另一个对奶爸的到来毫不意外。或许是因为徐奶爸对孩子太宠，导致福猪猪一言不合就吃醋生闷气了。徐奶爸只是去隔壁院子除个头，小家伙得知后气不打一处来，竟然还坐到假山上监视对方，这是害怕老徐移情别恋吗？即便奶爸在内舍打扫卫生，福猪猪也要守在小门口监督对方。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扭头，到最后直接对着老徐干饭了。小醋精还不允许奶爸不告而别，对方请假没来上班时，他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好不容易等来老徐后还要冷战，是奶爸将闺女宠成无忧无虑的性子，有他照顾福宝姨姨们怎么能不放心呢？但贤贤仔是靠撒娇拿捏的所有饲养员，铁面无私的奶爸都忍不住和他手牵手。知道的是饲养员宠孩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教小家伙学走路呢。要知道宝贝前几天还和奶妈腻歪，如今又成功拿捏奶爸。贤贤仔不愧是招人稀罕的体质。当奶爸奶妈纷纷去外场打扫卫生时，小家伙看到后直奔而去，非要帮忙干活，然后趁机和对方贴贴。结果这小子一出手就是大型翻车现场，饲养员也成功被他逗乐，奶妈都忍不住上手摸摸孩子的脑壳。贤贤仔还经常趴奶妈腿上撒娇，即便对方拿着笋笋投喂，都不能将这小子给哄起来，还得满脸宠溺的抱着好蛋儿。计划得逞的仔仔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有次奶妈蹲在地上哄滚滚们，贤贤仔却偷偷摸摸的趴在对方背上，非要缠着奶妈只陪自己一个熊玩。其他饲养员带娃要提防熊猫伤人，可奶妈要担心的却是被这小子耍流氓。本想给好蛋儿投喂个笋笋，结果贤贤仔一个劲对着他亲亲，就连屏幕都装不下小家伙的嘴筒子。难怪都说这小子和他姐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蕊蕊仔抱着竹笋独立干饭时，贤贤仔还在抱着奶妈的腿撒娇，内心 OS 这女人非让我主动。这小子其实还是个妥妥的颜控。贤贤仔经常盯着新来的实习奶爸看，看到对方给自己招手后，宝贝也会特意伸出爪爪打招呼。只要帅气的奶爸在外场干活，这小家伙就直奔而来，对方只能无奈又宠溺的抱着他回家。还记得太老爷前段时间还瞧不上没男熊样的撒娇小熊，给小外孙擦个脸都是直男事，一通操作下来孩子都被整懵了。谁能想到还没过几天，他就沉浸在贤贤仔的温柔乡里，一看到小外孙主动伸手抱抱，宝贝看到对方的示意后直接飞扑到怀里撒娇。太老爷将宝贝揣成一团带走了，他甚至还会拿着水管陪孩子玩水。看向贤贤仔的时候，太老爷的眼神里可是满满的慈爱。或许是因为贤贤仔魅力太强，以至于路过的饲养员都忍不住抱一下，奶爸都被这小家伙压得皱眉头了，也要亲手扛着对方回家，像极了惯着自己孩子的老一辈家长。只能说面对爱撒娇的狐妹子小熊，无论是谁都得被贤贤仔迷倒。看到中心奶爸近身接触待宰的萌萌，才发现在爱里长大的孩子有多亲人。要知道萌萌还是个新手妈妈，不适应带娃生活，中心便指派陈安发奶爸去配合长隆饲养员伺候她坐月子。本以为萌萌会排斥这位陌生奶爸，毕竟刚生完仔仔的她母性极强，一不小心的动作就能伤害到饲养员。可一人一熊仅仅相处不到1个月，陈安发就能去产房近距离安抚她。面对奶爸的安抚，萌萌还满脸享受，甚至想要和对方进一步贴贴。靠着我，别靠着我，别靠着我。萌萌说我要抱抱。陈奶爸都被耍赖撒娇的他整无语，没想到当上妈的萌萌不想着抱娃，一心只想被饲养员抱着。可以看出陈奶爸已经取得萌萌100%的信任，或许从小被爱包围的熊猫才会这么亲人吧。要知道萌萌可是家里的老大，他还有酷酷帅帅2个弟弟。2大梁奶爸非但不会重女轻男，还将萌萌当成亲闺女去养，嘴上说着对方是土匪猫，可他言语之间全都是对孩子的宠溺。萌萌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土匪猫哈。小时候的萌萌还总喜欢熊扑饲养员，奶爸本想来帮闺女摇秋千，结果被萌萌突如其来的爱意给吓到了。不过对萌萌来说，若不是奶爸全心全意的照料，他怎么可能这么信任对方？等到亲手养大的闺女成为宝妈后，大梁奶爸更是对萌萌无微不至，不是疯狂投喂竹子窝窝头，就是满脸宠溺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。仅仅是一个背影也能让他这么开心。然而奶爸兴奋之余还很心疼闺女，每天都要给萌萌按摩缓解压力，因此萌萌每次带娃的时候，他都得想方设法哄着闺女去看孩子。难怪大梁奶爸能毫无顾忌的近身，即便是来到内舍从闺女怀里偷走仔仔，萌萌丝毫不生气，甚至还拱手相让。就连奶爸进去打扫卫生，这小妞非但没做出任何的警惕行为，还主动侧着身子方便奶爸擦地。当萌萌抱着孩子呼呼大睡时，奶爸也要偷偷摸摸前来，只为看看母子俩有没有好好休息。比亲妈萌萌还要在乎熊猫宝宝，久而久之萌萌也不愿意带娃了，不是将幼崽扔到地上睡觉，就是满脸委屈巴巴的求助奶爸帮忙。难怪都说大梁奶爸的宠爱就是萌萌肆无忌惮偷懒的资本。小奇迹回国后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了，整活翻车后立马找家里人求安慰，这还是从前那个怯生生的社恐小熊吗？如今的仔仔不能受一丁点委屈，明明是自己不小心掉下来，结果还要赖木架碍事，一转头就找奶妈。要知道小奇迹留学期间可是看饲养员脸色吃饭的小熊，当外国奶妈拿着食物前来时，
小家伙的下意识反应不是凑上前，而是躲在角落，还要假装漫不经心的玩球。对方走远后，宝贝这才慢悠悠的干饭。难怪小奇迹刚回国的那段时间这么乖，不仅主动让王奶爸摸自己的鼻子，平日里吃笋笋也是一点不剩，甚至还模仿起来对方劈竹子分担家务活。饲养员只好尽全力宠化，让流落在外多年的仔仔体会到温暖。当小奇迹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时，奶爸会递来笋笋送到好大儿嘴边，还经常在不远处陪着对方睡午觉。不论是雪天还是雨天，老王都坚持在外场守护自家小孩。平日里不管小奇迹闯了什么祸，奶爸都会满脸骄傲地夸熊孩子聪明。这小孩从小就聪明。前段时间小奇迹过生的时候，奶爸还扛着摄像机亲自去外场拍照，他对仔仔的爱意是肉眼可见。难怪奶爸一听到游客喊王奇迹，脸上的笑容一点也藏不住。他是真的把熊猫当成自己的小孩主。最令人感动的还得王奶爸，每次下班路过小奇迹院子的时候，都要习惯性看一眼好大儿。没想到饲养员能对熊猫这么依赖，而狼奶妈更是让仔仔体会到母爱，时时刻刻都注意着毛孩子的一举一动。小奇迹呼呼大睡吐舌头的时候，他看向小奇迹，还忍不住露出慈祥的微笑。毕竟奶妈曾说过，熊猫就是自己的孩子。我照顾大熊猫跟照顾儿子都差不多。那个熊猫不熟悉我，我也不熟悉它，可能我会花一点时间呢，把那些食物切得很小很小一块，坐着慢慢喂它，慢慢喂它。正因为两位饲养员日复一日的守护，终于让小奇迹明白自己不再是没有家的孩子。放飞自我的他，性格变得愈发调皮爱玩。小奇迹不仅喜欢在大半夜拆家，就连外场的树也被他薅秃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备战奥运呢。这小子还经常化身小兔包，只是因为奶爸看了其他小熊一眼，仔仔就疯狂吃醋生胖气，不是疯狂制造噪音打扰他们，就是不理会王奶爸让对方来哄。回家的孩子怎么能不幸福呢？感谢王奶爸、狼奶妈对小奇迹的爱护，